我国最大最让人唾弃的考古专家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他就是臭名昭著的孙殿英。此人胆大妄为，公开盗掘千古一帝乾隆的陵寝。要知道，乾隆可是8岁登基，在位61年，丰功伟绩也是历历在目。秦鳌拜、平三藩、收复台湾、平定噶尔丹、抗击沙俄等一系列贡献，可以说是打造了一个乾隆盛世。就是这么一位皇帝，孙殿英还是毅然决然地公然开挖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不得不说，在古墓当中，皇室的古墓是最让人向往和具有财富的。那么在1928年，孙殿英却将慈禧和乾隆皇陵给盯上了。当然他是要从2位君主的墓中大捞一笔横财。那么孙殿英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然敢公然盗取我国著名的皇室成员的古墓？好奇的观众老爷们，不妨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可能从清朝皇帝的陵墓建造规模和内部的奢华程度来看，康熙皇帝的景陵不算最豪华的存在。但是作为清朝所谓康雍乾盛世的开创者，康熙一朝，皇室所拥有的财富自然也是不容小觑的。在自己身后事的规划中，康熙棺椁的空隙基本上使用了大量的珠宝填充，其中还有比如康熙最喜欢的宝物之一九龙玉杯。在建造的规制里面，景陵属于9券4门，如果不是遭遇大规模的官方盗掘，肯定是相当坚固的。再加上还有护陵部队，但是清朝的垮塌让这一切都灰飞烟灭。因此在1928年，孙殿英开始了挖掘康熙、乾隆、慈禧陵墓的过程。以军事演习为基础，孙殿英封锁了马兰峪。因为清朝的垮塌，护陵的部队无论是人数还是相关的战斗力，都无法支持其根本的使用。并且孙殿英在盗掘景陵的时候，相关的口号还喊得十分不错，对于满清和汉人一直以来的民族矛盾有着极高的渲染力。在盗掘景陵的过程中，孙殿英走一路就把地面建筑物拆一路。在一番折腾以后，孙殿英终于找到了相关的入口。不过在进入景陵的地宫之前，挖开地宫后涌现的黄水以及刺鼻的气味，一度让孙殿英的士兵感到不安。因为在清东陵停留的时间过久了，再加上已经在乾隆和慈禧的陵墓里面得手，孙殿英也顾及到一定的社会影响以及害怕夜长梦多，再加上那股突然涌现的黄水，让手下的士兵感觉有点害怕。思量再三之后，孙殿英停止了对于景陵的盗掘，并且匆匆忙忙地填埋了相关的出入口之后，就带着自己的士兵离开了清东陵。按理来说，东陵大盗孙殿英已经离开了现场，能大规模的盗掘清东陵的人物应该不存在了。可是这座埋葬传奇皇帝的陵墓，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依旧逃脱不掉盗掘。因为当时的时局是相当混乱的，再加上孙殿英的盗掘，清东陵几乎荒草丛生。而就在这时候，当地有位叫王绍义的土匪，在早些年听说过孙殿英的故事后，也决定对清东陵下手。这位很快就纠集了一批人马，先是盗掘了咸丰的定陵。就在这时候，王绍义因为盗掘皇陵的事情被当地人举报给官府，因此也变得畏首畏尾。在一番琢磨之后，王绍义带枪投靠了当时伪冀东政府的情报队队长张晋中，并且把想要盗掘景陵的想法和盘托出。两人一番计较后，借着当时时局的混乱，张晋中认为这个想法具有很高的可行性。在打点完以后，张晋中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，让生活艰难的守陵奇人也参与到里面。在当时知道孙殿英盗墓这件事情的一个知情者的带领下，张晋中很快又把孙殿英挖开的入口给挖了出来。因为没能完全封住，所有之前的黄水和刺鼻的气味都已经消失，于是这伙人顺利地来到了主墓室。就在破拆康熙的棺椁之中，因为使用暴力手段导致触发大火机关，这群人一度吓得鸟兽散。但是不久后，这伙人继续来到了地宫，有了之前的心理阴影，这伙盗墓贼裹上了湿棉被，对着棺材连劈带砸。在康熙的棺材被砸开后，这些人毫无纪律地一拥而上，
对于整座棺材里面的宝物洗劫一空。而对于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康熙，因为嫌弃其在棺材内占据位置碍事，于是便被盗墓贼把尸骨拖出来扔在景陵留存的水中。当然，在这一次的盗墓过程中，这伙盗墓贼获得的最大收获还是那件知名的宝物——康熙最爱的九龙玉杯。根据相关的记载，九龙玉杯是一件长方形的玉杯，四角都有2龙细珠，酒杯把手上面是一条独自的龙。比较神奇的是，在倒满酒之后，就能在酒水里面看见9条龙在嬉戏，也可以看出当时能工巧匠的水平高超。相较于孙殿英来说，这伙人对于陵墓的破坏力更大，完全是不负责任和善后工作。因为在盗掘了景陵之后，地宫入口暴露在空气和雨水下长达7年，并且在这伙人盗掘完毕之后，周围一系列的贵妃陪葬墓都被盗掘干净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，这批盗贼才被抓拿归案，并且几个要犯都被枪决，或者直接死在了监狱里面。在新中国成立后，根据河北省文物部门的现场调研，发现因为景陵内部没有排水系统，因此污水处于长期浸泡的状态。不过在这么多年后，污水已经对下面的墓室形成了2次封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贸然抽水，在内外空气的交流中，对文物会造成2次损坏。考虑到这层，于是现场调研组把相关的情况上报给了上级部门。在得知相关的情况后，上级部门同意原地回填景陵的方案。从相关的防盗措施来看，景陵建造时期处于清朝的发展期，原本内部设置的机关以及配置的守卫都足以让景陵高枕无忧。但是在时过境迁的情况下，景陵以及附属的陵墓都遭到了盗掘。虽然目前景陵还是处于浸泡的情况下，但是从目前的文物保护手段和技术来看，这对于遭到破坏和摧残的景陵来说，的确是最好的选择手法了。